樵夫问渔夫：人何以能超脱于万物之上，成为万物之灵呢？渔夫哈哈一笑，答道：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，皆因人眼能看尽万物之色，耳能听尽万物之音，鼻能嗅到万物之气，口能尝万物之味。这声、色、气、味都是万物的本质，而眼、耳、鼻、口就是人类感知万物的工具。万物本质并没有固定的作用，它的作用是需要转化，而感知的作用也不是固定在某物上，而是因不同事物而显现不同作用。物体与作用相互交织，则人和物的变化规律也就此形成了。然而，人也是物，圣人也是人，不管是一物、十物、百物、千物、万物、亿物、兆物，身为一物，能征兆万物的，不正是人吗？同样，不管是一人、十人、百人、千人、万人、亿人、兆人，能身为一人，能感召万人的，那不正是圣人吗？所以说，人乃万物之极致，圣乃人中之极致。达到极致的物，方为物中之物；达到极致的人，方为人中之人。那物中之物，就是最杰出的物；那人中之人，就是最杰出的人。能以一物之万物，以一人之万人，除了圣人还能是谁呢？若说人不是万物之灵，我可实难苟同了。只因圣人能以一心洞悉万心，一身关照万身，一物洞察万物，于是领悟万事。他们能用心揣摩天意，用口传达天言，用手展现天功，用身完成天事。他们能顺应天时，响应地理，满足人心，通达人情。他们能包容天地，穿梭于自然造化，游走于古今之间，洞察人物表里。圣人并非每事都有，我虽不能亲眼得见，但通过观察其心迹，追寻其行踪，探究其本质，领悟其作用，即使经过亿万千年，也能依理推之。但若有人告诉我，在这天地之外，另有一番天地万物，与我们所知的不同，那我就无法知晓了。不仅我无法知晓，圣人也无法知晓。所谓知，是心中有所领悟；所谓言，是口中有所表达。既然心中尚未领悟，口中又如何能轻易言说呢？将不可知之事当作已知，是谓妄知；将不可言之事妄加言语，是谓妄言。我又怎会跟随那些胡言乱语之人，去行这妄知妄言之事呢？渔夫言道：想当年，孔子有云：殷商承继夏朝之礼制，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知的；周朝又是承继殷商的礼制，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知的。那依此推想，即便那继周而起的朝代，历经百世，其礼制变迁，也是能心中有数的。如此，何止是百世之事，就算千秋万代，万般变化，也能从中窥见端倪啊。樵夫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渔夫接着又道：世人皆知孔圣人之名，却未必知晓其为何成为圣人。
若真想探究孔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恐怕非得跳出尘世，直问天地不可。同样，世人皆知天地之存在，却少有人探究其之所以成天地之奥秘。若要探求天地之本源，除了那宇宙间的动静之道，又能到何处寻觅答案呢？那一动一静之间，藏着天地之理，而在这动静交织里，更是天、地、人三者和谐共生的极致奥秘。孔子之所以能通达这三才之道，正是因为他行事如行云流水，不留痕迹。故而他曾言道：我不欲多言。又道：天何曾言语，四时照样更迭，万物自然生长。这不正是此中真理吗？渔夫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再说这权谋变通之道，真是博大精深啊！若非圣人，岂能穷其奥妙？唯有通过变化，我们才能洞悉天地的盛衰更替；唯有懂得权衡，我们才能把握世间的轻重缓急。盛衰乃时势所然，轻重则关乎世事变迁。圣人若不明了顺应时势，把握盛衰的法则，又怎能知晓变化的真谛呢？同样，若是不懂得随着世事损益而调整策略，又怎能掌握权衡的精髓呢？推动盛衰更替的是变化的力量，而应对轻重缓急的正是权谋的智慧。如此看来，权谋与变通，实乃圣人治世之不二法门啊！樵夫问渔夫：世人常说死后有知，此话当真？渔夫笑答：确有此事。樵夫又问：何以知晓？渔夫答道：因人而知。樵夫好奇追问：何为人？渔夫解释：人者，乃目、耳、鼻、口、心、胆、脾、肾诸气俱全之物。心有灵，谓之神；胆有灵，谓之魄；脾有灵，谓之魂；肾有灵，谓之精。心之神由目而出，为视；肾之精由耳而出，为听；脾之魂由鼻而出，为闻；胆之魄由口而出，为言。此八者齐全，方可谓之为人。人啊，乃是天地万物之精华，但人各有异，禀赋不同，所成各异。若能全得人之特质者，方可谓之全人。所谓全人，乃是天地万物中至仁至善之人，唯有此等全人，方能无愧此名。人生在世时，气行于内；人死之后，形体消散。气行于内时，神魂交融；形体消散时，精魄留存。神魂游于天，精魄归于地。游于天者，谓之阳行；归于地者，谓之阴反。阳行者，白天显现，晚上隐匿；阴反者，夜间显现，白天隐匿。因此，太阳是月亮的形体，月亮是太阳的影子。阳者阴之实体，阴者阳之影像。人谓鬼无形无知，我可不信呢。